朋友们，大家好。本期咱们又来说说伊朗，而且从一些德国的角度来说啊，这次美国伙同他爸，具体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啊，突然攻击伊朗，一锅端掉了伊朗至少40位高官，他们全是权力高层的人。美国以为伊朗政权随之垮台，然后呢实现政权更迭，比如说扶持一个亲西方的人上台呀。好像德国媒体就报道了伊朗前国王的后代，而且他就是人选之一。我就想起了，像伊朗这种国王前后代呀，还有什么达赖喇嘛这种啊，他们流亡海外，到底是谁供养豢养他们呢？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西方吧，养着他们，日后好派上用场。前面就有提到达赖，他也一样。那扯远了，我们回到伊朗。这次伊朗被袭击之后，很快就能组织反攻。所以呢，从这个分析啊，就是伊朗早就有了预案，万一哈梅内伊有不测，每个领导人下面又有3到4层接班人，所以呢不会出现权力真空。现在老一辈那些被一锅端掉那些领导人没了，所以呢起来的少壮派他们没有了包袱。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伊朗那些老一派，像哈梅内伊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亲美的，而且比较天真。比如说，以为通过亲西方这种谈判就可以获得一些，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呀等等。而且他们伊朗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不长记性，一次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导致了一次又一次伊朗的各类高官，甚至伊朗的前总统飞机是直升机，对不对？失事，然后呢，人就没了。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就是伊朗整个权力高层都被渗透成筛子了，所以才导致一个又一个被物理清出的等等。那么现在这些人被物理清出了，而且这次呢是一口气40多个伊朗的高官，所以起来的少壮派呢，他们没有了包袱，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对付来犯之敌。以前那些老古董们呢，过于相信西方啊，以为可以通过什么谈判实现和平，可以把浓缩铀交出来，然后呢可以解除对伊朗制裁等等。那么多次了，伊朗的高层还是不长记性。前一期我就说了啊，伊朗政府这些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蠢到家了，所以我就说我一点不同情伊朗政府。伊朗内部真的被敌人渗透成筛子了，渗透得非常的深。从历次伊朗各类重要人物一次又一次被定点清出，被物理清出，就知道内奸不出。伊朗绝对有不少内奸啊，这些内奸不出，这是伊朗一直没有特别重视而损失惨重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通过过去这几天10几轮伊朗的反击来看，军事方面啊，伊朗啊可能是分散的模块化行动方案，也可以称之为马赛克防御系统。战时各个单位的军队领导可以自行决定何时打怎么打，而且可能他们早就演练过无数次。前面说了啊，哈梅内伊相对温和，相对亲美，但是军方相对强硬。现在哈梅内伊没有了，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打，去对付敌人。此类模块化或者马赛克式的那个设计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极度灵活，也可以很快联合起来整体行动。我相信大家也知道呀，本来伊朗内部就矛盾很深，但是美国以及那个由于这么一打，反而呢促成了整个伊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所以反而减少了他们内部的矛盾。现在咱们看到伊朗组织反击迅速有效，而且力度很大，至少开始的力度非常的大。我相信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于那个国家各类敏感机构、民用设施等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美国在中东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军事基地，均受到无差别的饱和式攻击。卡塔尔啊、阿联酋啊、巴林啊、沙特等等。因为伊朗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战。另外，伊朗那165名被炸死的学生、女学生，这些画面传遍全世界，会永远烙印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特别是穆斯林那些国家人民心目中。
这种仇恨绝对会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即使这次，比如说美国以及由于他们赢了，其实也等于输了，输在违反国际法，输在彻底破坏了西方自己制定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大家肯定能够回想起来，以前跟中国也是这样说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且要求中国遵守这种西方制定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就是国际。那么这个所谓的基于规则国际秩序，被美国、被由于通过这次袭击全部打崩掉了。还有呢，输在让全世界看清西方霸权的无耻以及冷血，也输在让全世界看清美国其实就是个纸老虎。为什么这么说？从伊朗这10几次组织的反攻击来看啊，大家看到了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是怎么袭击，比如说由于的，还有袭击美国的那些军事基地的。你看，以前美国以及由于向世界宣称啊，他们的军事防御系统有多坚不可摧，可是这次伊朗的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这么一打过去，虽然对方号称啊有80%、90%的拦截率，可是即使是99%的拦截率，你100颗里面有1颗或者有2颗威力比较大的导弹打到你对方的心脏地带，你也受不了啊，对吧？况且呢，这次他自己宣称有80%、90%的那个成功率，但是实际的可能要减半呢。那也就是说，伊朗打100颗，可能有50颗可以打中对方的，那这就不得了了。当然，画面呢很多是没有公开，也没法公开，因为没有掌握那画面，实际情况可能要比我们看到的要惨烈得多。比如说像由于的他们的基础设施呀、一些军事设施啊、情报机构啊等等，还有美国在中东各个国家军事基地被炸毁的程度，可能要严重得多。所以号称的什么坚不可摧的这防御系统，是不是现在看来，美国其实就是一只纸老虎？那么会带来2个致命的影响，一个是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那个强权的形象，美国那个军事坚不可摧的形象，一下就坍塌了。另外一个，那就是信任，因为美国在任何其他国家要建立军事基地，肯定有个前提，美国的胸脯就拍得响响的，说有我在，你的军事我就包了，你就100%安全了。但是现在让全世界看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美国自己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还能保护你另外那个国家人民的生命？所以这个信任一旦坍塌，可能数十年也难建立起来。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被袭击了，还有美国驻各国的领事馆也被袭击了。你看，领事馆也不能保卫美国人民的性命了。而且我看到一个视频，说是美国某驻外国中东某个国家的大使馆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说的啊，你们自求多福吧，我们不能撤侨了，没那个能力撤侨。所以你看，他说这句话又打脸了中国一些公知们过去说的美国人的命非常值钱，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有一个美国人，那美国会穷尽各种办法，花海量的钱，也要把这个美国人救出来带回国去。可是现在你看，人家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对外是怎么说的呢？你们自求多福吧。所以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来，美国就是一只纸老虎。其实今天咱们本期的节目啊，我想把名字取得吸引眼球一点，那就是对比美国的表现来看，我自己认为啊，我不是军事专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啊，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绝对是世界第一，绝对是超过美国的。虽然中国没有打过什么大战啊，但是从过去中国修的一些高精尖的武器来分析，中国的军力，综合军力绝对是世界第一。大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因为刚才说我不是军事专家，只是我的感觉啊，因为我看到美国太拉胯了。伊朗的军事在全世界至少不是前5名吧，但是竟然美国在中东的各个国家的军事基地都被打了，而且被打得那么惨，损失那么严重。比如说那个什么雷达站呀，对吧？还有美国的军舰呀，
甚至美国的航母有一艘航母也被攻击了。当然，伊朗被攻击更多，损失更大啊。据说伊朗就损失了10多艘军舰了，其中1艘甚至在伊里兰卡的附近的国际公海被美国的鱼雷攻击了，然后呢，那艘船就这样沉下去了。这赤裸裸的宣战了，现在啊，真的，现在就是伊朗被迫进入战争状态。美国号称军力世界第一，对吧？然后呢，全世界驻军那么多，比如说在中东，像由于这个国家或者中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防御系统要比美国本土要密得多。那我们可以脑洞大开一下，假如美国在这边忙得不可开交、分不开身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国家，比如说我是东大，我就觉得我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我可以先发制人啊，对吧？你美国坐在先啊，先发制人。我东大现在我是有样学样，我也学你美国，我就觉得我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也先发制人。然后呢，把中国的洲际导弹射程超过12000公里的洲际导弹射到那个美国那边去，先发制人，你美国先来的啊，对不对？那美国，你有这能力拦截吗？反正啊，中国现在的这超高音速洲际导弹，而且可以必要的时候有核弹头，对吧？它是可以达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只要东大想，美国的国土本土也绝对不会安全，而且你美国拦不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的军事实力要强过美国。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导弹飞行线路它是可以转弯的，而且还可以像水漂一样的啊，而且呢还可以从外太空来打。很多武器啊，美国是没有的，而美国是拿中国绝对没有办法的。所以从这次美国的表现来看，中国的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况且目前看来，美国的战线拉得太宽了，他自顾不暇。假如他忙着在中东的时候，真的有人在美国后院搞事，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实力把他调回来。美国本土的防卫现在特别的空。我们再想远一点，美国现在没办法了，对吧？忙不过来，东大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时机一举拿下那个宝岛呢？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呢？可能这是个好的时间窗口啊。当然，我一直特别的确信啊，100%确信，东大的高层肯定要比我们这种小韭菜要聪明得多啊。他们有全球最聪明的那个大脑，最牛逼的智库，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我们跟着政府的节奏去就可以了，听政府的话。朋友们，目前看来啊，这个战事肯定有焦灼的状态，而且今后比如说伊朗反击的力度会越来越小，而且敌方也就是美国还有由于这方面，他们的高精尖的武器比伊朗更多，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肯定是不对称的，一个就像一个大象，另外一个就像蚂蚁。但是伊朗能够做到这个反击已经很不错了。那么由于即使打赢了，也等于输了，因为在中东每次所谓的胜利，这个由于啊掠夺1寸阿拉伯人的土地或者伊朗人的土地，那么这仇恨就会增加1份，那么就会少一些安全感。你们想想看，你住在这里，你周围都是仇人，你觉得还安全吗？你觉得这样住着有意思吗？按中国风水的说法，那样的环境也是住不下去的，对吧？今天看似威风凛凛，但谁能保证美国能永远强大下去呢？谁也不敢保证。也许明天美国这个帝国就坍塌了，就崩溃了。所以我说了啊，万一啊某天这个干儿子，我认为啊美国就是这个鱿鱼国的干儿子。如果这个干儿子死于非命，你这个爸爸今后还能折腾多久呢？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朋友们，作为一个德国公民，我来说说德国啊。德国我看数十年来，每一次关键的时候都站错队，这次又一样，又站错队了。当然，德国人觉得自己队由于有原罪，由于二战，由于希特勒的原因，所以呢，德国是为了支持而支持，没有哪怕一点点公理。德国政府一直没有改变支持鱿鱼的国策，从巴勒斯坦
到伊朗都如此。3月1日那天，也就是美国以及由于攻击伊朗的第2天，德国总理甚至还公开谴责伊朗的反击行动。德国的意思是，美国可以侵略你，但是呢，你不能还手。不止德国，西方不少国家都这样。所以啊，朋友们，从俄乌战争到美伊战争，也就是美国侵略伊朗的战争，西方人的双标已经让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对美伊的野蛮入侵伊朗，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敢提出制裁美国的，没有一个国家。而当初他们针对俄罗斯，完全另回事，对不对？当时30多个国家一起来制裁俄罗斯，而且不止一轮制裁啊，一轮又一轮，而且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对美国，甚至性质更加恶劣。但是你看，西方国家，我是说这些北约国家，是怎么样对待美国以及由于他们入侵伊朗的呢？前面说了，没有任何制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提出什么制裁美国，更别说付诸行动了，真的很可笑。法国、英国还有德国领导人都谴责伊朗，说伊朗你不应该反击，你反击你就不对，指使美国还有由于打你，你伊朗不能还手啊！你看这种逻辑有多变态，双标都不止。这2天啊，德国总理刚刚又屁颠飞去华盛顿去了，干嘛去啊？拜见 Daddy 呀，拜见特朗普，还得到了特朗普这个 Daddy 的连声称赞。德国总理莫次啊，你呀，你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very good friend of mine。而且特朗普还说啊，你与默克尔完全不一样。这次德国总理又一次去美国表忠心去了，又说德国坚决支持美国以及由于，我真的想骂娘啊！德国总理把我也给代表了，我可没有支持啊。反正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啊，凡是被特朗普表扬的，大家反着去理解就是了。比如说德国总理得到了表扬，大家就真的反着去理解。其实他越表扬这个德国总理好，就说明这个德国总理越是人渣。还有啊，德国总理这次去访美，去白宫，可能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通报他前几天来中国访问的情况，与中国谈些什么，赶快去打小报告，告诉美国 Daddy。还有啊，通过这次美国以及由于一起呢，突然对伊朗袭击，然后呢，伊朗组织一轮又一轮的那个反击，导致事态没有往美国期望的方向发展。然后呢，他们盟友内部、西方内部也分裂了。昨天媒体爆料出来，目前明确拒绝美国使用军事基地来对付伊朗进攻的只有西班牙。就西班牙首相就说了，美国你不允许使用我们的土地，使用我们的那个军港，使用我们的军事基地来攻击伊朗，绝对不可以。所以呢，这个特朗普恼羞成怒啊，说这个西班牙这个小子啊，你那么不听话。然后呢，特朗普说立即断掉任何与西班牙的经贸关系，这可是特朗普说的啊。本来英国是拒绝让美国使用在印度洋中占领毛里求斯的这个迪戈加西亚岛，它是一个军事基地。不过好像现在英国的立场有所松动，因为可能看到伊朗它的那个攻势没有以前那么强了，然后呢，英国就推断应该美国和那个由于会取得这场胜利，就是对伊朗的胜利。所以呢，现在又摇曳到另外一边，也就是支持美国这边去了，有可能啊。美国迫切需要，比如说像西班牙这种军事基地啊，还有英国在印度洋那个军事基地，真的特别需要。因为在中东，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如说从雷达预警啊，到机场跑道啊，都受到了伊朗无人机还有导弹的攻击以及破坏。因为这样，所以美国很难组织有效的进攻。而且据最新消息，可能英国也准备参战了。不过，伊朗新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不谈判打持久战。看看到时美国以及由于是否会骑虎难下。如果真的打持久战，对方也就是美国以及由于也会被拖入泥潭，因为何时停战是伊朗说了算，而不是你美国说了算。所以按照逻辑的话，对伊朗肯定会有更猛烈的轰炸，
各种各样的那个武器、各种各样的飞机一起往伊朗方向飞，去轰炸。也就是说，现在局势彻底失控，而且有可能蔓延成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周边的那些穆斯林国家看到伊朗被摁在地上摩擦，然后呢，他们虽然是穆斯林，但是呢属于另一个教派，所以呢他们也是互相之间有仇的。那么这些个穆斯林国家到时可能也会跟随西方对伊朗落井下石。那么西方国家也会根据战争发展的情况决定是否对伊朗进行制解，瓜分伊朗，这国家不复存在。这是目前伊朗要面临的风险。昨天特朗普或者美国的战争部长就对外宣布很快就可以取得对伊朗的完全制控权，然后对伊朗全境军事设施、敏感设施，也许有些重要的民用设施进行密集的轰炸，导致伊朗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那到时伊朗的导弹生产、无人机生产，由于零部件缺货或工厂被炸而无法再组织生产呢？现在的情况是，武器消耗越来越多，那库存就越来越少，反击的频率呢只能够是越来越小，不会像第一天那样。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伊朗是个多山地的国家，它过去呢也修了很多的工事，也有很多所谓的地下工厂，也就是可能那个军工厂是地下，比如说200米、300米，一般的装地弹也打不到的。那么就看这样的产能还有多少。据说地上的兵工厂的产能大概占40%，地下的占60%。如果真这样的话，那么伊朗还是有能力组织一定的生产，然后呢有一定的能力进行反击的。所以说这是个持久战。这个战争打得越久，那美国陷入的泥潭就越深。到时如果美国胆敢派那个地面部队，那么可能那个伊朗会变成对美国来说第2个伊拉克或者第2个阿富汗，历史又重演了。按照战事的发展，我100%肯定，除了美国，除了鱿鱼，肯定到时他那些所谓的西方盟友会见风使舵，看到好处捞了，可以瓜分了，然后呢他们纷纷入场。美国还有鱿鱼这边，可能到时会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进来，打击伊朗。伊朗不能倒下，因为伊朗在绝对是符合东大的国家利益。那么东大在这个时候，或者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应该明的暗的资助伊朗。我认为比如说中国不便出面，但是中国有个巴铁呀，可以通过它，然后呢转手，那就行了呗。到时我认为可以公开的说，既然你西方那么多国家可以支持美国，东大为什么不能支持另外一方呢？反正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早就被西方你自己打烂了，对吧？已经没有秩序了，这个世界已经是弱肉强食了，完全是这样了现在。所以呢，在某些时候牵涉到东大国家利益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因为不要脸是西方在先。东大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什么呢？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你美国可以关掉 GPS 对不对？用中国精准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比如说把某某国家的那个航母、那个驱逐舰等等，它的坐标实时的反馈给，比如说伊朗，对吧？用暗号用些什么密码发过去就可以了，让它实时知道这艘航母的具体的坐标在哪儿。这样到时要打高超音速导弹，那就可以了，就长眼睛了。北斗在这里真的特别重要，不仅可以向比如说巴铁提供武器，还可以提供比如说制造无人机的、制造那些洲际导弹的或者弹道导弹的那些零部件都可以不用直接出面，稳住伊朗就符合东大的国家利益。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所以今后战事的发展应该是伊朗反击的力度越来越小，但是呢，伊朗可以打持久战，然后呢，稳稳地拖住这个美国还有那个鱿鱼，把他们拖住在那里，让他们动弹不得，陷入泥潭。因为伊朗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伊朗它有国土纵深，应该它有160多万平方公里吧，相当于德国的4到5倍的国土面积，然后它的人口大概是9000万、9000多万，人口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了。然后它有比较强的那个后勤补给能力，跟乌克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伊朗它是有这个产能的，你看，它不是提供了很多无人机给俄罗斯，对不对？所以这点呢，就要比乌克兰就好得多。当然，战争没有赢家啊，真的没有。最受苦的是伊朗老百姓，真的很可怜。所以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感叹，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没有战争的国家，我们已经赢了世界上很多人了。你看，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拍拍视频呀，享受一下我们下午的阳光啊，喝点下午茶呀等等，那是很多人的奢望啊，真的。所以呢，我们要感恩有那么好的和平环境。好的，通过这次伊朗危机或者对伊朗的侵略战争，让我们又一次看清了西方的嘴脸，特别是美国所谓这个第一强国的这嘴脸，以及它的本性是什么，就是一只纸老虎。所以，中国通过这次远距离观察这个情势的发展，我相信呢，中国的高层以及中国人民现在绝对更加自信了啊。所以，通过这次战争，我可以说吧，虽然有点牵强，中国又躺赢了。因为看着事态的发展，中国人已经明白了，中国的军力已经不怕美国了，绝对不怕，因为中国有能力随时干掉那个美利坚合众国。好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呢？是不是我过于自信了？好的，请在下面留言。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